山梨。ありが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ああ、いた。みんなのおかげでサンダル同好会うまくい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エリそして皆さん、明日12月1日は堀さんの62歳の誕生日です。これはハン君から。今天是这位先生的生日。ドラえもんが出てき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眼鏡かけられへん。やっぱり22。现在是清晨6点34。なんかおじいちゃんメガネかけたら見えへんっていう話やったけど、D さんが持ってきてくれたんで。はい。すいません。僕からラガービールとおはぎはいけるっていう話を伺ってたもんね。もう一回おはぎと。すいません、ハッピーバースデーの。は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18歳です、18歳。18歳。これ持ってあげて。今日僕わざとらしすぎましたね。ああ、こっちのおはぎ、あんこじゃなくて。そうなんだ。ああ、きな粉だね。どっちがいい今はさすがにを飲みませ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だす。というわけでみんなで写真撮って。これが可愛いね。ねサンダル同好会今日で本当に終わりなので。お疲れ様。寒い。じゃあすみません、写真撮ります。はい、じゃあみんな撮りましょう。こっちでいいっすよ。ビール持って走ったら開けられる。え？本物ですよ。堀さん真ん中で。じゃあ参ります。さあ、はい、大丈夫です。早く皆さんお集まり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们看那位先生拿到的生日礼物，那个蓝色的眼镜，就是上次我生日的时候拿到的那个，然后就传到下一位小伙伴那儿。看我的摄像机。次の下着感谢后藤先生，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つも大成功、サクセス。这位越南的小伙伴。哎，大家伙早喽！11月30号星期四，天亮了。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也正好是我这4天最后一个训练日。11月冬训第1个月，大家都有什么成就或者进步吗？今天挺开心，刚给一位小伙伴过完生日，我还有几公里。看他们，就是领头这位先生。哎呦，看大阪城的银杏更黄了。今天咱们回平乐岛，一会儿换个视角咱们聊。第一位小伙伴，初跑者，刚开始跑步，进入冬天，突然觉得特别吃力，这很正常。别说初跑者，训练有素的跑者，天气冷下来或者热起来也会要适应一下。越是经验不丰富，这个变化带来的就是感觉就越明显。还有小伙伴问昨天的321是怎么跑的？3公里是连着跑吗？还是跑3个1公里？那如果跑3个1公里，那不就应该是6个1公里吗？兄弟，您说呢
321就是一口气跑3公里，之后休息3分钟到4分钟，然后一口气跑2公里，休息3分钟，之后一口气跑1公里。其实我比较意外的就是有小伙伴会问中间休息多久或者怎么样，或者跑多快。我从一开始跑步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休息就是歇到你能再跑下一组了，又不是歇到你已经完全没事儿了为标准。我不知道大家像我中学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带我们跑过这种。我可以再说一下，如果您的就是快速跑这个阶段在2公里以下，那么就休息2分钟。2公里以上呢，如果是3公里以下，就休息3分钟。超过3公里的话，那也就不能叫间歇了。如果您跑5公里的那种，那就不建议休息了，那就建议慢跑。5公里的话，中间慢跑6到8分钟就行了。现在跑心率170不行了，觉得掌控不了，觉得就是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觉得170就很极限了，就动作上。但是呢，和前半年比，同样是170的心率，速度并没有快几秒，几秒已经不少了，就说明您的速度进步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您可以再稍微的控制一下，控制到您能掌握的极限，然后慢慢的一点点往起拉就行了。然后是跑间歇的时候，手表怎么设置目标范围？我昨天本来想说的，我给忘了。我是这么个习惯，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试试，不把手表的目标配速范围设得太精确，因为太精确，你手表老响，会让你分心。像比方说昨天我的第一个3公里和第二个2公里设置的是3分20到3分50，我设了30秒的区间，因为我知道我是不可能慢过3分50的。你就全力冲，说白了就是把上限设好，设到那个你可能全力以赴就超过了的那个程度。这样的话呢，你只要跑起来，你就凭体感嘛，你肯定不会太慢的。像我昨天我就感觉我可能是3分30就行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那几百米手表响了，我知道哦，我超过了3分20，但是也就超过一点点就行了。啊，后藤先生，ありがとう。我一般是这样设，就是我不会设的区间特别的严丝合缝，那样的话，你手表一会儿告诉你快了，一会儿告诉你慢了。不成熟的小建议啊，因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你肯定是全力以赴去跑间歇的。你就算设置一个，比方说像昨天我设置3分20到3分35，那你全力以赴跑不到3分35怎么办呢？手表一直在响，还不如回过头来再看。更多的时候，手表的训练课程给我的意义就是它到时间或者到距离提醒我，就仅此而已。之后是全马怎么补给，半马跑过，没有全马经验，但是跑半马的时候到水站吃能量胶喝水，觉得肚子里咣当，跑起来难受，那说明您喝的多了。像不论半马还是全马，业余选手到水站拿起杯子，
也就是一口，或者是如果水站很长的话，拿2次，每次1小口就可以了。你要是到了水站能停下来喝水，那基本上就会喝多了，跑起来肯定会咣当的。大多数比赛的季节，除了南方以外，都不会太明显的缺水。然后您可以试试能量胶，也不一定非得兑水，大多数时候咽下去就咽下去了。我基本上都是直接就吃了，所以我才不看公里牌。我建议大家8公里是第一个，16公里是第2个，就8公里吃一个吧，可能会比较的对普通人来说比较的好。35岁，刚跑1个月，心率190，正常了，正常了。我那天我上次回评论好像是，您可以翻翻，我发了一张我刚跑步6个月或者是7个月时候的截图，您看看就知道了。您刚跑1个月，怎么样都正常，受伤也正常，疼也正常。其实刚开始跑步3年或者4年，发生各种事儿都正常。我们得稍微自信一点，就是大家都一样，没有谁真的比谁强很多，也没有谁真的比谁差很多，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马拉松是以年为单位记录训练的，是比较残酷，但是过几年之后的成就感呢也会比较强。今天有风，可能噪音比较大，抱歉啊。996受不了了，像裸辞，这个怎么说呀？就是工作肯定不是生活的全部，挣钱也不是，但是没有也不行。你可以选择调整，对吧？但是现在确实是，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换工作的好时机，就目前全世界的形势，您可以调整调整心态，能理解，能理解。对了，纸巾老师回关我了，还发了个评论，很开心，很开心，特别开心。这2天一直刷他的视频，看着特有意思。还有小伙伴问1个月跑300，1个月跑320，能不能破3等等。还有小伙伴说，我之前不是说300公里吗？怎么变成320了？这个其实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标准。我见过的破3的人，几乎没有低过300的，至少跑1年在300公里这个量上。有天赋的不算，就正常人，甚至比我还看着还结实的人，还有运动天赋的人。但是呢，我现在又跑这1年，我觉得300不稳妥。300和320是不一样的，您别看就差20公里，我今天跑完应该这个月是570公里，差30公里600，换算成1个月我每天多跑1公里就行了，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就是不行，对不对？这些都是在平常积累。你看银杏好美啊！我觉得现在让我说，可能还是要看跑量，总跑量。如果您已经跑了3、4年，您坚持300公里1个月，因为您已经有训练节奏了，跑1年肯定破3了。成年男性，如果您初跑者或者刚开始入门，跑了1、2年，想马上破3，那得对自己狠一点。至于有小伙伴问400公里1个月能不能，那肯定能。400公里1个月你怎么跑？这1年，第2年的比赛顺利的话，应该都破3了。这就看您的跑龄和积累了。积累的多的呢，可能直接2小时50；积累的不差的呢，可能就是2小时55到3。赛前怎么缓解紧张情绪？缓解不了啊，我也特紧张。
就有些事情，就像刚才那个小伙伴说的996，有些事情长期看是可以做功课避免的，但是短期的事情都是你只能面对。您说我现在陷入了一个不期而遇的焦虑中，那怎么办？你要是知道怎么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对吗？有时候就只能硬扛啊，就跟我们训练一样。你看现在我其实有点累了，因为停一起再跑吧，确实有的时候会少状态。那怎么办呢？我为什么又掉头了呢？因为差了800米，我现在回家差800米，那你只能硬干呀，只能面对。就跟那天和后藤先生他们一起跑，我跑30公里那次裤子没穿好，有点磨，那就是只能忍着，那回家就挺疼的，就这样。我的死抓娃 ID 兄弟，您看看我最近的几百部视频，每一部的视频的描述区第一个链接直达我死抓娃的首页。我也发现现在好多小伙伴们 UP 主都是把信息放在评论区的置顶。哎，不知道大家喜欢说置顶还是说顶置？这还是最早玩论坛的时候，那时候我老爱说顶置，就跟评测跟测评一样，我也弄不明白。我其实不太明白，也可能是和哔哩哔哩的软件设计逻辑有关系，它的评论区和描述区展示的就是优先级不一样。受累您看一下。之后就差不多了，我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我们还是周6下午1点半，老时间老形式，跟大家聊聊跑步的事情，怎么样？今天算是圆满的结束了我冬训的第1个月，一会儿训练之后再跟大家聊。哎，11月30号星期四清晨7点23训练结束啊。4天的最后一天训练日，也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训练日，也是我冬训第1个月，完整的第1个月。我是真真正正从11月1号第1个训练日开始冬训，一直到11月30号。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啊，今天跑了21.52公里，1小时46分29，平均配速4分57，平均心率135，累计爬升68米。今天中间停了一段。你们看屏幕上这个虚线就是停了一段，给小伙伴过生日。平均步频196，步幅1.03米，功率是202。这些数据是来自 Stride， 现在还是用高驰 Pace3连 Stride。垂直振幅5.3，像你们看这个下肢刚度就是 Stride 给的数据9.5，姿势功率也是。冲击负荷也是，这些是通过 Stride 获得的。看看这个月啊，570.36公里，统计这个月日均19.01公里。其实要是日均20公里就是600了，对吧？总训练时长47小时2分钟，运动次数51次，这里边也包含室内的训练。累计爬升了将近2000米，这个月可以。回头我得看看当时在北京的时候1个月是多少，是多少公里。行吧，今天是我们的惯例是第4个训练日，会回一些我看到的评论，我都写在一个绩效贴上，贴在胳膊上。这也是一个小妙招，就是比赛的时候那种配速手环看不清的，字儿太小了，你就可以贴一个绩效贴贴在这儿，然后写上你的那个几个固定的时间点的时间。一般我比较喜欢写14公里、28公里和35公里这3个点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表可能会多记或者会少记或者出问题，你看到那公里牌你一看你大概就知道，因为你的表记你的出发时间是没问题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跑到30多公里已经差了几百米了，就表实际的报公里，你再换算有点麻烦。好，那这个月的训练圆满结束，真的挺开心的，而且今天给小伙伴过生日，一般有这种高兴的事儿也会影响我也会挺开心的。行，那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
圆满的结束了第一个冬训月，下个月继续努力。大家注意保重身体，注意尽量别生病，尽量别受伤。我们继续努力冬训，好吗？那咱们下回再见。